你有没有觉得现在整个世界好像卡住了一样？股市像过山车一样上上下下，房价却像被冻住了一样一动不动。你辛苦攒了1年的钱，还没通胀涨得快。最让人想不通的是，股神巴菲特手里握着3400多亿美元的现金，不投 AI， 不买科技股，反而清仓了一大堆他过去最看好的老本行。这位老人家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怂了？其实我想告诉你一个更让人感到紧张的真相，不是他怕了，是你没有真正看懂这场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次的情况可不像一般的金融风暴，也不是某个国家突然出问题那么简单。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洗牌，已经悄悄地开始了，可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意识到它已经来了。伯克希尔·哈撒韦的年会刚刚结束，会上巴菲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我从来没见过像现在这么奇怪的市场。这位老先生说话一向谨慎，很少用这种带有强烈情绪的词语，但他的实际行动比他说的话更让人震惊。他开始清仓了，他卖掉了大量的银行股，像是摩根大通、高盛、花旗等都在他的清仓名单上，甚至连他长期持有的惠普也砍得差不多了。这可不是简单的减仓，而是彻底的清仓。要知道，在2008年雷曼兄弟倒下，全世界陷入一片混乱的时候，巴菲特还敢往银行股里砸钱。当时他投资了高盛，投资了美国银行，还跟政府谈条件，比大多数人都果断。别人害怕的时候，他偏要贪婪。结果现在呢？全世界都在追捧 AI， 股市不断创新高，大家都争着往里冲的时候，他却突然转身跑了。他到底在怕什么？很多人觉得他是老了，跟不上时代了，连 AI 都不懂，英伟达听都没听过。可你真的以为他把800多亿美金压在苹果上，是个对科技迟钝的人吗？别开玩笑了，这位老先生当年听史蒂夫·乔布斯讲护城河的时候，眉头一皱，心里就有数了。他不是不懂 AI， 而是不相信 AI 被炒出来的市值泡沫。他不怕 AI 这个方向，他怕的是方向对了，估值却被炒得太离谱。就像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一样，亚马逊没错，微软也没错，问题是大家把他们的价格炒到了天上。所以他宁愿错过，也不想被埋进去。更关键的是，他看到了一种很少有人说的结构性风险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巴菲特这2年越来越关注2件事：一、全球债务问题，比如美国政府的负债已经高到打破纪录，加息也加到了极限，可通胀就是压不下来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传统的财政工具、货币工具都失效了，整个系统本身已经开始钝化。2、社会秩序的撕裂。别看有些地方表面风平浪静，实际上底层的分裂已经到了极限。中产阶级在消失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年轻人一肚子怨气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一个小小的黑天鹅事件就可能成为压垮整个系统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所以巴菲特现在最关心的不是能赚多少钱，而是如果出事了，自己能不能活下去。这就是他现在的底层思维。你会发现，他不像以前那样追求收益最大化了，而是切换到了更保守的模式，生存最优化。说白了，他手里握着3400多亿现金，就是在做最坏的打算。有人说他保守，错过机会，跟不上时代。可你想想，一个90多岁的老人能把公司做到7000亿美金市值，还好好的运营着，靠的是激进还是冷静？我们太容易被短期的暴涨暴跌带节奏，觉得跟着风口跑就行。可巴菲特的思维从来都是反着来的。他曾说过，别人贪婪时我恐惧，别人恐惧时我贪婪。这不是一句空泛的鸡汤，而是他的行动准则。现在大家贪婪到了极点，疯狂扑向科技、AI、ETF、量化投资，他却选择清仓、退场，拿着现金。你可以不同意他，但得想想，
如果连巴菲特都变得如此谨慎，我们这些连市场规则都没搞明白的普通人，到底还有多少安全感？这次危机真的和以往不一样。我们现在最容易犯的错误，就是总拿过去的经验来套现在的现实。比如，觉得这不就跟8年前差不多吗？熬一熬就过去了，或者疫情都扛过来了，这点市场波动怕什么？还有最经典的说法，这不就是周期吗？跌完总会涨。但我想说，这次真的不一样。不一样在哪里？我们一步步来看。这次不是某一块崩了，而是系统性的钝化加退化。2008年是华尔街出了问题，金融机构过度杠杆，一崩全崩，但救起来也快。美联储撒钱降息一套连招下来，市场很快就回暖了。可这一次，美联储降过息，升过息，印过钱，缩过表，几乎所有手段都用了一遍，市场回暖了吗？没有，反而更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次的问题不是工具没用，是系统不听话了。就像你感冒发烧，以前吃点药退个烧就好，这次吃了药，打了针，输了液，体温还是不降，连医生都懵了。这就叫系统性退化。2，这次不是短期暴雷，而是长期失血。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不炒股，不买房，不创业，直接选择躺平？不是他们懒，是他们真的算不过那笔账。工资5年没涨，房价还在高位，物价天天涨，自己一点积蓄都存不下。别说投资了，连活着都得精打细算。这就像一个国家的血液系统出了问题，不是爆出一个大血泡，而是每根毛细血管都在渗血。表面看一切正常，实际上整个结构在慢性崩塌。3，最重要的一点，这次连泡沫的制造者自己都慌了。你去看那些天天喊着长期持有的大机构，现在也开始缩手，变得保守了。之前连苹果这种超级白马股都被集中砍仓， AI 还在热门的时候，他们却提前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这个市场撑不住了，不是跌一下那么简单，是连基本逻辑都开始松动了。以前我们说好公司一定会涨，有技术就有未来，有需求就有空间。可现在呢？特斯拉卖不动了，苹果没有新的爆点，谷歌被 AI 反噬，甚至连老牌能源巨头都说新能源是个大坑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市场已经不是比拼谁跑得快，而是比谁活得久。到了这个阶段，最危险的不是穷人，而是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。你是不是还在想着抄底？是不是总盯着哪个基金涨得快，哪只股票的 K 线反弹了？是不是天天刷社交平台，看别人喊单，跟着追涨杀跌？你以为这是投资，其实根本是在赌命，赌这个系统还能稳定1-2年，赌风口还能吹得更高，赌别人接盘的速度够快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这次是整个游戏规则要改写了呢？说白了，以前的危机好比冰山撞了船，这次却是你坐的船本身早就老化生锈，导航坏了，雷达也失灵了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你还在船上唱歌跳舞，真等船沉了，恐怕连救生艇都抢不到。那巴菲特现在在做什么？他不是在预测未来，而是看到现在的系统已经摇摇欲坠，先把自己挪到最安全的角落。他要的是活下来，等机会捡便宜。而你现在最该做的，不是琢磨买什么涨得快，而是想清楚自己要怎么活下来。这不是恐吓，也不是悲观，而是普通人在大风暴来临前必须学会的冷静。不然，等你还在幻想再坚持一下就好了，现实可能已经开始清场了。
为什么巴菲特手握超过3400亿现金？现金的真谛。说真的，巴菲特现在的操作已经不像个投资者，更像个蓄势待发的猎人。他不只是简单的不买，而是连续几年大笔套现，现金储备一路飙升。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末，伯克希尔·哈撒韦的现金持有量达到了创纪录的3470亿美元，比2024年底又增加了130亿。这规模比许多国家1-2个省一年的财政收入还多。我们总说现金为王，可绝大多数人根本理解错了。你以为现金只是避风港，没事干才放银行里。对巴菲特来说，现金不是用来避险的，是进攻前的蓄能。他说过，最喜欢的事就是在市场恐慌时，拿着大量现金去买那些没人敢碰的优质资产。重点不在买资产，而在于别人不敢买的时候，这才是他的杀手锏。别人在市场热的时候往里冲，他就耐心等待，等寒潮一来，大家都抛售资产，他再冲进去捡便宜货。你说他不投 AI， 不碰英伟达是没眼光。可知道吗？2023年他有个大动作，买了台积电，不到1年就全仓退出，赚了一波就走，滴水不漏。有人说他没信仰，可他从来就不追热点，只关心2件事：估值合理不合理，现金流稳不稳得住。现在的热门赛道，说白了就是一堆人举着放大镜看谁先爆发。英伟达营收是增长了，可估值呢？80倍市盈率 PE，200倍市销率 PS 还在市场，这像什么？像2000年的雅虎、美国在线 AOL、思科。结果呢？真正值钱的是泡沫后活下来的公司，而要在泡沫破灭前全身而退，没人比巴菲特更冷静。他为什么看得比我们清楚？因为他根本不在牌桌上。我们在赌大小，他在观察牌局什么时候散，而他能在场外，靠的是3400亿现金护体。我们不用羡慕他的财富，要学的是他的底层逻辑。在不确定的时代，保命比赚钱更重要。说白了，他现在做的不是投资，是预留生存权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当市场突然暴跌时，你是被割的那个，还是能低价买入的那个？如果手里没钱，连摊平成本的资格都没有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看着股价腰斩，只能干瞪眼，钱全投进去了，一点回旋空间都没有。但巴菲特不是，他等得起，撑得住，哪怕1年不赚1毛钱，日子也过得比大多数国家潇洒。这不是运气，是靠系统构建的安全区。我们普通人未必需要3400亿，要学的是这种留白的智慧。现在一堆人还在鼓吹梭哈 AI， 高杠杆买房，借钱炒 ETF。你以为这是勇猛？其实连巴菲特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。他不怕错过，怕的是伤筋动骨，这才是高手的气度。所以别嘲笑那些拿着现金不动的人，人家可能不是怂，是在等更大的机会。而你每天在市场里忙进忙出，最后可能只是在给别人的底仓当垫脚石。我知道你可能不服，觉得自己也研究了财报，看了图形，学了技术面。可你研究的东西是不是建立在别人画好的框里？别人说哪个赛道热就追，别人说可以抄底就定投。你是真有判断，还是被忽悠带了节奏？巴菲特的厉害就在于他不听别人说什么，只看事情的本质，估值高不高，现金流稳不稳，护城河宽不宽。没有这些，他宁可不投。所以他能在市场疯狂时静如止水，因为他知道暴风雨快来了。不怕被淋湿，怕的是传承。现在你要不要也试着站远一点，看看这整个市场到底在疯什么？价值投资的真谛，99%的人都理解错了。一提到价值投资这4个字，你是不是马上想到长期持有、低估买入、稳健分红？一说起巴菲特，
就觉得是那个拿着可口可乐几十年不卖的老头，好像只要买了股票捂着不动就能一夜暴富。可这么理解，跟相信买彩票中500万差不多。你只看到了结果，没看到过程。你看到他拿着苹果赚了上千亿，没看到他选苹果前研究了多少行业，比对了多少公司，拒绝了多少诱惑。你看到他拿住可口可乐几十年，却不知道他当年为什么敢全仓投入。你以为价值投资是长期持有，可他真正坚持的从来不是拿得久，而是买得准。很多人学巴菲特学到的都是口号，别人恐惧我贪婪，长期主义，复利之道。听着都对，可真按这几句话操作，保不齐亏得比谁都惨。因为你根本没理解，他那套价值投资逻辑背后是靠强大的认知系统支撑的。我举个最常见的例子，你是不是也被买便宜股票这句话鼓舞过，觉得一只股票从10块跌到5块就是价值洼地，可以买入等反弹？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它为什么会跌到5块？是真的被低估了，还是基本面出了问题？是被市场错杀，还是本来就不值这个价？你以为自己在抄底，结果可能是在往地狱里沉，根本没有底。这就是典型的把价格低当成了有价值。而巴菲特看一家公司，看的是什么呢？一、护城河。公司有没有别人难以复制的优势？比如可口可乐的品牌，苹果的生态系统，比亚迪的供应链。二、现金流。这家公司能不能在各种经济周期下持续赚钱？不是看 PPT 写得多漂亮，而是看它真实能不能赚到现金。三、管理层。能不能稳住阵脚，不乱搞投资，不忽悠市场，不给投资者画饼？这3样他看得比股价还重要。可我们普通人看的是 K 线图、热点消息、短视频讲解，以为自己在学巴菲特，其实是在跟庄家拼手速。别骗自己了，这根本不是价值投资，顶多算碰运气加凑热闹。巴菲特真正厉害的地方，不是他能耐心持有，而是他选中的那些标的从根上就很牛。苹果能涨10年，是因为苹果真的有价值，不是因为他拿的久才涨的。你要是拿一家烂公司50年，10年后可能烂得更彻底。还有人问我，那我也买苹果，是不是也能像巴菲特那样稳赚？恐怕不行。你买的时候，苹果可能已经被炒到100倍市盈率了，而他当年买的时候，市盈率才30倍，还是在 iPhone 爆发之前。这就像你看他吃西瓜，觉得很甜，结果忘了那是他自己种的，等了一个夏天才熟透的。你在水果摊随手买一个，就想跟他的一样甜，怎么可能呢？所以，别再说我要做个价值投资者了。你得先问问自己，你能看懂价值吗？如果根本看不懂企业的基本面，那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别乱动，别跟风。你可以不投资，但别乱投资。你可以不懂财报，但最起码要知道，看不懂的东西就不要碰。你以为学习投资是看书学理论？不是的，是练判断，练耐心，练看清热闹背后冷冰冰的真相。我认识很多人自称长期主义者，结果3个月换了5次赛道， AI、光伏、医疗、半导体、猪肉全都想上车，每次都冲在第一波，最后每次都站在山顶上，连本金都守不住。你问他为什么投这些，他说因为那天群里都在说，或者某个大 V 推荐的。这不是投资，是赌博。而价值投资从来不是压方向，而是压确定性。就像巴菲特说的，我不会预测风什么时候来，但我会买一架自己能飞的飞机。他不靠风口，靠的是引擎。而你现在该做的不是天天盯盘，而是退一步问问自己，我买的这个东西，它到底有没有价值？它能不能在10年后还站得住脚？如果你连这个问题都回答不了，那最好什么都别买。不是我吓你，是现在的市场已经容不下稀里糊涂的乐观了。
普通人如何自救？你必须做好这3件事。说到底，你可能会问，巴菲特手里有3400亿现金，他能等？我等不起啊！我1个月工资才几千块，存款都赶不上房贷涨得快。你说的对，这也是现实。但正因为我们不是巴菲特，才更需要自救，更不能乱动。现在的市场不是风平浪静的水面，而是一锅快煮开的汤，你越在里面扑腾，越容易被烫伤。我不讲那些空洞的大道理，只说3件你能做到的事，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做。1. 别再跟着热点冲动投资，越热的地方越容易烧伤。2. 这个时代最大的财富不在银行账户上，而在于你自己身上。听起来可能有点像鸡汤，但真的不骗你。你现在把时间花在哪里，就决定了2年后能不能活得好。我认识一个程序员，2022年被裁员，失业半年没人要，但他在那半年里自学了 AI 方向的开发。2023年被一家初创 AI 公司挖走，年薪直接翻倍。他不是天才，只是知道，当你没钱的时候，最该投资的就是自己。你现在有没有学点新东西？有没有打磨一项能卖得出去的技能？有没有认真维系几个靠谱的关系？而不是天天刷短视频、群聊、转发谣言。3. 现在这个阶段，最大的反脆弱资产就是你自己。你能扛多久？能快速切换赛道吗？有没有备份技能？有没有计划 B？ 这些东西，市场涨跌永远拿不走，只有你自己能废掉它。所以，现在就去做这3件事，管好手里的钱，存点应急资金，修炼自己的能力。不华丽，但稳；不刺激，但能救命。普通人没法像巴菲特那样轻描淡写的调仓，或者豪掷1000亿抄底，但我们可以做到一点，在混乱的时候不添乱。而不添乱本身就是最大的底气。最后，我们来重新理解风险和安全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很多我们以前以为最安全的东西，正在一点点崩塌？房子以前是保值的，现在很多地方卖不动，降价卖还砸在手里。债券以前是稳健理财的代名词，结果美债都出事了，连专业机构都踩雷。黄金说是避险资产，结果一边涨一边跌，根本搞不懂它的节奏。甚至连银行定期存款都开始有人担心是不是还安全。这时候，我们得把风险这个词翻出来重讲一次。风险不是别人嘴里说的风险，是你自己能理解的那种。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风险的本质不是它会不会跌，而是你能不能承受。举个例子，你有100万现金，拿10万去买基金，就算基金亏了30%，你还能睡得着。但如果你只有10万生活费，全部投进去了，结果1个月跌了30%，你晚上肯定睡不着，还得借钱吃饭。这就是同样一笔钱，在不同人手里，风险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风险不是产品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再比如，你30岁，没孩子，没房贷，没债务，工资稳定，就算投资低一点，你也能慢慢熬回来。但如果你40岁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房贷压身，公司又在裁员边缘，那你根本没资格去赌风险资产。这时候，所谓的高收益理财、科技成长股、超短线投机，全都是炸弹。所以，别再问现在什么最安全了，你得先问自己一句话：如果我现在失业了，3个月没收入，我的生活会不会崩盘？如果答案是会，那对你来说，最安全的资产就是现金，能变现的技能，再加上一点点被动收入，而不是你听来的什么赛道、龙头股、稳健债基，那些都不是你的安全带。安全不是说出来的，是你真能扛得住的状态。就像巴菲特，他有3400亿现金，什么都不做，光吃利息就能过一辈子。这就是他安全感的底层逻辑，你什么都不做也不会死。而我们普通人要把这句话改一改，你什么都不动也能撑得住。
不要妄想市场总有翻倍暴涨的机会，也别总觉得机会难得必须抓住。真正的机会是你还活着，还在场，还有下一次选择的权利。你今天来到市场，不是为了投机，是为了保命，不是因为市场太差，而是因为你没资本去赌。这几年我身边有几个很会投资的朋友，疫情前买房、炒币、买港股、做美股期权，操作起来都很厉害。可他们有个共同的结局：爆仓。爆仓不是一夜之间崩盘的，是慢慢的，一点点地，一次次加码、补仓、借钱、重仓，直到最后扛不住，彻底崩盘。你说他们不懂投资吗？不，他们懂得太多了。但他们有个问题，对风险的认知不清楚。他们以为风险是可能会亏，其实风险的核心是能不能活下去。想清楚这一点，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该先管好现金流，而不是盯着净资产；该先找稳定的赚钱方法，而不是高波动的投机手段；该优先保命，然后才考虑翻身。这时候你会发现，安全不在于你买了什么，而在于你怎么活着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从巴菲特的现金仓位聊到了普通人的安全边界。你发现没？这一整套逻辑不是教你跟着巴菲特赚钱，而是告诉你怎么在混乱的世界里稳稳站住脚。你以为这几年只是经济在调整，其实是整个世界在重构。而你不是局外人，你就处在风暴的正中心。很多人都在等一个转机，等行情爆发，政策利好，一轮反弹。但我想告诉你，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行情，而是你自己。你看巴菲特赚了那么多钱，他最在意的不是眼前的机会，而是我还能不能活着等下一个机会。他曾说过，你永远不知道海水退去后谁在裸泳。而现在海水已经开始退了。不要问还有什么能涨，不要问还能不能抄底，你该问的是，如果一切变得更糟，我还有没有退路？所以希望你能记住这句话，在大风暴来临的时候，最厉害的人不是冲在最前面的人，而是最后还站在场上的人。如果今天看完这期内容，你哪怕只做一个决定，少冲动一点，多留一点现金，多关心一下自己的技能和现金流，那么你已经比 90% 的人多了一条生路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启发，记得点个赞，留言告诉我你目前最大的焦虑是什么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